在政治圈里面，其实我们有一个分际是什么？你不要去跟那个又笨又勤快的人来互动，因为呢，又笨又勤快的人常常会把事情搞砸，搞砸了以后呢，你就很难收拾。我们看郑丽文这2天非常得意的是什么？他在接受的专访的时候讲说，马英九身边长期对国民党造成伤害，不会让贼人得胜。他说有一个马英九长期的心系，马英九对他很好，可是他对国民党却造成伤害，这个人是个贼人。贼人今天我们看到《镜周刊》出来就已经讲了。这整个幕后马英九办公室所有的事情主导者是谁？是金溥聪。难道你的贼人是讲金溥聪吗？那如果你用贼人讲金溥聪，你觉得金溥聪不会反弹吗？金溥聪当然会反弹。金溥聪一直都是一个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的人，他今天出手了，出手就透过了戴霞令，就说：“你今天你要保护萧旭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把萧旭晨所有的东西移送司法机关深入调查，勿枉勿纵。”他说，戴霞令讲说，相信司法调查的结果出炉就会真相大白。你要保护萧旭晨，结果呢，萧旭晨现在被整个金溥聪一刀的砍下去。我跟你讲过，那就是没完没了了，没完没了，那真的会伤害到了萧旭晨的信誉吗？真的有可能让他吃上刑事责任吗？如果他真的吃上刑事责任的话，他还有办法进行两岸交流吗？如果他没有办法进行两岸交流，那郑丽文一直想要的政协会不就是一场空吗？因为如果没有萧旭晨的话，他连耍楼给都没有。所以吴董刚刚讲的说，你说政治上千万不要跟又笨又勤快的人互动。我现在看到郑丽文，昨天他在讲那个所谓贼人的时候，你就说完蛋了。金溥聪一定会出手，金溥聪一定会报复，金溥聪一定会打他。果不其然，郑丽文不是，他是又笨又勤快又坏，他嘴巴坏透了，嘴巴坏，所以被修理正常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啊，国民党有一堆副主席，对不对？他们通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通通是无给职，因为他没有薪水嘛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旭晨要保留薪水在马英九基金会？就是那是唯一的薪水来源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然后第三件事情呢，小金干金溥聪这个事情哦，其实是小题大做。金溥聪不，这萧旭晨一个月薪水多少钱？16到18万，管他不到20万嘛，对，那个屁钱嘛。你金溥聪一辈子开多少钱？可是，在基金会来讲，那是大钱呢。可是你金溥聪掌握国家大权，几千亿、几百亿在手上溜过，你今天为了一个10几20万去修理你自己的同仁，或者你带出来的小弟，你值得吗？重点在就是为了你火大，啊、火大这个嘴巴贱的这个郑丽文嘛。对，那你看我一样啊，他一样上礼拜五骂我、啊。我们才讲的哦。他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知来必报的。你今天讲我贼人，我当然出手；你讲我贼人，我当然要把你萧旭晨杀到底啊！对，那你是打主人嘛？你打狗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这个整件事情当然是金溥聪出手，金溥聪出手后面当然有人出手，负责谁？就马英九。那马英九刚刚讲的说，萧旭晨跟你跟了那么久。跟你那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而且这几年来在两岸上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说砍就砍，说杀就杀，而且毫不留情面？不但毫不留情面，就那个气氛来讲，是金溥聪带着律师、带着前随扈、带着管账的这个所谓的会计师，一下就冲进去，马上就要查账，需要搞这么难看吗？而且现在一个说法就是，你萧旭晨拿我的钱。用我的路线去帮郑丽文做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个什么叫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刚刚讲过，所有他们的，对，这个郑丽文是光杆总司令他的2个口袋空跑到中央党部去混的对，他是混进不混出的，所以这个党中央本来就是个丐帮党中央，丐帮本来就是这样，这有什么好骂他的？我现在问题说，我帮萧旭晨打抱不平是什么？就是你小金要出手，你就直接干郑丽文嘛？为什么要直接干郑丽文？因为这个目标模糊化，干郑丽文代表什么意思？因为他讲一句话哦，马英九身边长期有国民党造成伤害，所以他现在讲的是国民党造成，不要说国共合作造成伤害嘛。所以小金要跟着这个事情打才对嘛？你说打个人干什么呢？你就打你现在变成红统的这个家伙，这才是真正打到要害。所以我在这边鼓励我们的金大哥勇敢一点。好，后者看这件事情让大家非常意外，因为这样讲的，萧旭晨跟你跟那么久了，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可是就没想到你这一刀杀那么重，而且白哥金小刀他是拿刀的人哦，他不是做决定的人哦。现在做决定的人基本上是马英九，但是马英九当然最近很奇怪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马英九公开出面了。那本来呢，在两岸互动的时候呢，他都是带着大家去中国，
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，他到了中国就非常开心，因为你看到在台湾的时候他很落寞，在台湾可能没有太多人理他。可是到了中国以后呢，鞍前马后，前呼后拥，然后每个人都说他好帅，他就很开心。那可是后来他就不见了。他不见了以后呢，你就发现萧旭晨就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在来往两岸之间，了以后呢，就开始帮这个郑丽文做事情，帮郑丽文做事情以后，这个刀就出来了。因为老马这个人不记情，比较记仇啦。你大家去想想看，如果以金溥聪跟萧旭晨来讲，金溥聪干过什么事情？2024年侯友宜选前之夜，金溥聪说你马英九不准来，对不对？要说背叛马英九。金溥聪才凶啊，对不对？结果没有，今天回过来，金溥聪跟他之间突然之间没事了，对，回头杀萧旭晨杀这么狠，萧旭晨当然他们去两岸去跑的很多嘛，因为你马英九基金会一年有多少团要去啊？他还有大酒学堂什么东西，那个通通要联系啊。他中间当然跑了很多次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你替我跑没事啊，结果你现在他认为说跟习近平会面是我马英九的专利。你现在去帮郑丽文铺路，那你现在等于不是变成等于拿我的资源去做吗？虽然那时候你还不是国民党副主席，虽然那时候你可能谈的还是马英九基金会的事情，对，但是我就觉得你不是啊，我就觉得你把我的资源鬼要旁体啊，他这么不爽，对啊，这是我的专利，你怎么可以让郑丽文去做？所以回头要杀啊。可是不是国民党吗？那这个郑丽文不是走你的路线吗？老马那个是历史定位，我的历史定位怎么可以有别人去做呢？对不对？马习会是我历史地位，马习2会、马习3会都应该是我才对啊。所以只有马习会没有正习会，不可结果你今天萧旭晨要去不安排一个正习会，你就是背叛我。对啊，郑丽文如果自己有本事去就算了，对不对？郑丽文有本事去那是他的事啊，因为后来洪秀柱也去过啊，对不对？洪秀柱自己去也无所谓啊，但是你萧旭晨就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时候才出重手要把他干掉啊。对，因为今天来讲句实在话，旭晨的状况我们大家知道，旭晨从来不碰钱，好。旭晨从来不碰钱，所以你今天讲到说什么，他有什么财政纪律之类的事情，那跟旭晨一定没有关系，因为旭晨泼脏水，旭晨旭晨一定不碰钱，他讲的是其他人，想的是其他人。问题是这中间有些东西是钱，人家比如说台商捐了钱，好，然后不见那时候你可能基金会不好做账，你可能 parking 在什么地方，好，那结果现在的状况是马英九不认啊。马英九的状况是说，你们不只拿我的钱去帮郑丽文做事，你们还贪污，还A 我的钱，所以就今天搞成这样。是，但是马英九今天，所以你知道这消息就是你做两岸交流，你当然要募款，特别是马英九基金会这几年来的财务状况也不好，募款当然势在必行。那募款势在必行的时候，这中间募了多少钱？多少钱了以后，这个钱放在哪里？那中间可能马英九知道，但马英九现在你知道我在强调，马英九已经很奇怪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。他就很多没有在公开场合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出现在他现在到底怎么样，当然希望他一切安好。可是至少说，他突然的挂美甲、袭龟欢景，一刀切就不认账了。对啊，不是他现在就不认账了。那他旭晨跟另外幕僚讲说，我当初都跟你讲过，这事情你通通都知道啊。那马英九现在说我都没给你啊，我不知啊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所以今天就杀成这样。可是马英九今天让这件事情让大家看到，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？就是说，你一个曾经干过总统的人，格局怎么长成这样？杀两个小的前幕僚，杀到这个样子，对，就大家觉得你总统到底在干什么？但马英九偏偏就是这种个性的人啊，不然当年怎么会搞到资来必报？对啊，而且搞王金平，对啊，不然怎么会搞出马王战争？怎么会杀成这个样子？明明就知道那种东西就是不能做，但是他就会干出来。好，所以吴董，不对，后知讲到的大部分都对。但有一点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方向。你刚刚讲一句话对的，只能够有马习会，不可以有正习会，历史定位，对，这才是关键。要有正习会，或是插习会，有保洁正习会都可以，但是要我马英九同意。就很简单，两岸就是老子拍板才叫做两岸，两岸唯一的一个人就是马习会，对。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这个东西。结果你这个家伙每天不是郑丽文每天在那边正习会，他那边order时间 booking 时间呢，4月、5月、6月，妈好像妈的跟男朋友约会一样，讲的跟真的一样，妈变成洗小弟。我告诉你嘛，洗小弟你都不理你是老几？结果现在很简单嘛，变身轴翼问题嘛，在国民党内部化掉。
这整个事情挂了嘛。对，两岸吹了，很简单了，没有这机会了，没有政协会嘛，马英九有意见对吧？马英九反对政协会，还有可能有政协会吗？马英九有这么重要吗？马英九当然重要、啊，马英九到现在还重要。马英九不是重要，马英九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的身份一起，国民党主席、中国共产党总书记，这两种都是对等单位，这是历史定位哎。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，是在一生中，这所有国民党的共产党所有的开国元老，没有一个人做到的，就他一个人做到。对，所以对马英九也是啊。所以马英九会这么在乎。马英九是台湾民主国家，没有人鸟你的，因为台湾还有民进党，我们还有民众党，对不对？那个台湾这个党嘛，一大堆的，100多个党，对吧？对不？奇奇怪怪党一大堆，还有梅花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从毛泽东到习近平，就一个人从。毛泽东搞过国共论坛，对，但是那是叫共产党党主席，习近平是什么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家主席，这两个他已经比肩毛泽东，超过毛泽东，这个事情怎么可能让你改变？所以抽之讲的对。这个架构上来讲的话，不能够有人超过马习会，才是真正这个斗争的核心思维。所以，但是太低级了，简单粗暴。可是我知道，如果今天金溥聪去斗萧旭岑，我觉得第一个那也是一个路线问题。第二个就是你今天郑丽文，你到了中国，你认识谁？你谁都不认识啊！我把你的闯楼给杀了，你谁也看不到啦。刚刚后置讲个关键的话，你拿我的钱，拿我的人去帮郑丽文，这叫做叛变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还是核心问题嘛。所以政治上的背叛、爬墙，萧旭岑爬墙，你知道吗？爬到人家的，爬到叉人的房间去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才是政治上的背叛。这个时候杀的对不对？我刚刚说回我的话，小刀杀的对。57台每晚9点，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。